世界上没失败，除非你认输投降。别害怕去梦想，倾听内心的愿望。就算碰到阻挡，也一定会天天都有成长。现在就要出发，未来才能抵达。汗水和眼泪在飞扬，你努力的模样多么漂亮。带着勇气前往，拒绝半途返航。执着是我们的信仰，要用好的倔强，朝远方飞翔。一滴水滴入海中，就成了无可限量的海水。所以，我们大家只要各尽其力，滴水成河，甚至汇成汪洋。我相信，我们一定有能力，可以成为孩子们的希望，成为孩子们的贵人。谢谢大家，感恩。别忘了吃药。多喝几口啦！你今天几乎一整天都在说话，多补充水分。今天一口气来了那么多人，每个人都要问问题，当然一整天都在讲话啊。我看翠芳今天也累坏了。是啊，以后你们要忙的事情就更多了。你怎么了？我只是有点矛盾。其实也没什么啦，只是在某些状态下，我发现自己的心情需要调试一下。我只是在厘清我该站在什么位置。不过，我想，其实我自己一直知道答案的。你在担心什么？我知道，我最在意的是你的心情。我知道，只要你好，我就会很开心。所以，只要你答应我不要太累，注意身体健康，我会好好守在你需要我的地方。看你这么认真的样子，好像我随时会跑掉一样。你认为我是一个对家庭没有责任感的人？我没有那个意思，你放心，不管再忙，我一定都会把家庭放在我心里的。我曾玉珍要做，就要做到最完美。所以不管教联会、慈济室、学校教育，还是你跟孩子，我一定会兼顾的。不用，你千万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，不一定要事事求完美。我只要你健健康康、开开心心的，真的。
葛松伟，你们想要做什么？各位，你免紧张啦，阮只是有其他代志要找你参详参详。什么事啊？进前小炮是阮四个人做的啦，你要记过哦，就记阮四个，莫甲我其他地方拖落水啊，若无安尼我做袂爽的啊。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跟我说话？你们是想威胁我吗？老师啊，说话不要那么难听呐，我们是在跟你商量啦。可是你们打架闹事在先，无理在后，要我怎么帮你们呢？而且对方指证莉莉，说你们5个人都在场，我能不处理吗？在场不代表动手啊，而且对方讲了你就信，这样对我们很不尊重哦。我知道这件事情或许让你们觉得很受伤，不过如果能够痛定思痛，改过自新。老师啊，我知道你是教国文的啦，可是我们程度没那么高啦，你不要讲那么多成语，我们听不懂啦。你对，一句话啦，你到底是要撤销迄个记过？已经公告的事，怎么可能撤销？哼，你有欺骗，假使因为你决定然后后天出什么代志，这条线我一定算你的头顶。行。我是你们老师哎，你们怎么可以这样？对，老师不是用嘴巴说说啦，如果你不知道老师要怎么做，就去看一下《极道先师》的。没知识要有尝试，没尝试哦就多看电视的。拜拜。拜拜，老师。你好，我是3年17班的班导汪慧珍。你好啊，有事吗？我听说曾老师接了我们班的英文课。是啊。太好了，这样我就有救了。不好意思哦，我想到什么就说什么。我刚刚说我得救的意思是，我刚好有件事情想请曾老师帮帮我。什么事？可不可以请你教教我，要怎么对付问题学生？对付？是啊，我听说曾老师最会对付问题学生了。我们班上有几个特殊分子，在学校的公布栏上常常可以看到他们的名字。不是被记过，就是被记警告。他们这几个态度很不好，甚至可以说是恶劣。所以，我想请曾老师帮帮我。首先，不是对付学生，是了解学生。我也想要了解他们啊。问题是，我根本不得其门而入。他们那几个，一个比一个还凶狠。当他们的班导，我觉得我的责任重大。曾老师，我听说你辅导边缘学生的经验很多，而且都很成功。你可不可以教教我几招啊？至少
至少可以让他们把国中念完，不要被退学。很好啊，有心就不难，但是有心也要有方法。你想怎么做？我想怎么做？仔细想哦，你现在做的任何决定，都很有可能会影响这些孩子的一生哦。你真的这样跟他说啊？是啊。可是，王老师不就是因为对学生使不上力，才想要请你帮忙的？就是因为他使不上力，我才要帮他一把。我建议他先从家庭访问开始做起，借由家庭访问认识自己的学生，才能看到学生的另外一面。就像你认识你们班上的燕伟、小龙和小倩一样。我希望能让王导师从现在开始尽自己的努力，一步步去了解孩子，进而成为孩子能够信赖的人。因为只有孩子愿意相信你，一切问题才会有转圜的机会。看来，小倩的事情真的让你很感慨。很多事情是不能等的。或许小倩她有很多机会可以重生，可是每个老师都认为，再等等，再等等，等我有空，等我有机会。这一等，孩子的一生就完了。所以，你开始思索要双管齐下，既管学生也管老师喽。还是你了解我，不过不是管，是教育，是协助。不管你决定怎么做，不管你怎么说，我还是一句老话，不要太累了。我知道，有你当我的后盾，我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？浩天，你敢唔同意哦？我无想要等你看阮母的目屎。歹势啦，是我不够力哦，我才无法度替你提出公道的啦。煞煞气啊啦！为伫咱讲的话有啥要信？迄群叫老师的根本袂插咱嘛。莫讲这啦，你一讲哦，我就有气啊。啊，毋是答应要甲你做伙毕业无？我今仔日哦，只要袂安尼就准拄煞。哼，毕业，我想要毕业，人讲毋知要花毕业无？啊呐，等我2支大哥尔，放心啦。若毋是为着阮母啊，我早就袂用读，去趁钱较实在。啊，你母最近状况咁好？伊先讲讲啥？为着哦，拖一工算一工。创啥啦？哦，好啦，我看唔着等伊啊啦。啊，阮老师？嘿嘿，来来来，啉茶啦，啉茶。好。老师啊，你真少年哦！你若无讲哦，我可是你是阮阿辉的女朋友，看起来遮尔优秀，敢有阮阿辉的法度？我跟你讲，阮阿辉啊，虽然是3条啊3条哦，面相是真歹看啦，啊，不过伊是豆腐心啦，你唔通叫惊着哦。到时若去收囝，就算袂好啊啦。啊，你有赶时间不？不敢不敢。不敢了，我就去把这台车啊修理修理，整理整理一下啦。葛爸爸。你就这样走了？我实在不知道要怎么开口，我怎么知道一句，他就这么热心要帮我修车？重点是，你这趟去的目的是什么？你家访又是为了什么？我想要多认识我的学生。那你目的达成了吗？永远不要轻易放弃，因为你是老师。虽然我名为老师，但是我怎么觉得大
大家都不当我是老师呢？或许我根本就没有当老师的能力吧。不是有没有能力，只是肯不肯做而已。没有人天生就会当老师，你为什么要这么看清你自己？我没有看清自己啊，是别人都看清我。我就没有啊。你的行为会决定你的身份，也会决定孩子们对你的态度。学生要有学生的样子，老师也要有老师的高度。如果你就这样放弃了，那孩子怎么办？曾老师，我真的好羡慕你哦。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，我才能像你这样这么有自信、轻松自在的去处理这些问题学生的事情。你错了，世界上没有问题学生，有问题的是老师。而且对我来说，处理孩子们的问题一点都不轻松，绝不能掉以轻心。以前我也认为有些孩子冥顽不灵、无药可救，是那些孩子教导了我，事情不能永远只看表象。李宗宏，学校规定袜子要穿什么颜色？白色啊。那你袜子什么颜色？你把深色衣服跟浅色衣服放在一起洗，难怪白袜子会变成灰袜子。我很珍惜我经历过的一切，甚至是犯的错。我也从中思考了很多。其实很多时候，是我们老师找不到方法教学生，不是那些孩子的错。可是，我真的不知道要用什么方法，才可以让这些学生听我的话。珍惜你现在的眼泪，这些眼泪会让你成长。光是疼惜学生是没有用的，必须要更有效的行动，才会有意义。我会陪你一起去认识这些孩子，不要徒留遗憾，好吗？我会加油的。快点，老师来，快点啦，快啦！Good morning, students. 坐下。我是曾玉珍，从这个学期开始，我担任你们的英文老师。来点名，报告。哦，是曾老师啊。How do you do? How do you do? 不错嘛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叫阿成就好啦。阿成。你是第一个敢在我课堂上修英文的学生哦。你不是英文老师吗？是啊，就是因为我是英文老师，所以才没有人敢在我面前乱讲。是哦 ，That's weird。哎呦，英文程度不错哦。Sure， 我代表全体3年17班同学欢迎你。You are welcome。错了。错了？哪里错了？这句 You are welcome， 在面对听的人的时候，它的意思是不用客气，而不是欢迎你。那正确的说法该怎么说呢？你就直接对着要欢迎的人说一个字 ，Welcome 就可以啦。Welcome。Do you understand？
我懂了。Welcome to the hell。矮个子的叫做陈志成，跟其他4个不一样。怎么说啊？其他4个就真的不会念书啦。但这孩子，他在国1、国2的时候，却是学校成绩榜上很有名的学生。我听王老师说，他很有机会考上明星高中的。那他为什么会去跟那4个孩子在一起啊？这也是我跟王老师要找的其中一块拼图。孩子会反常，总是有原因的。你刚刚说的那些孩子，跟你们班上的学生似乎落差很大哎。其实每一个孩子，他本来就都很独特。燕尾有燕尾的特色，小龙有小龙的可爱，那群孩子有那群孩子的特性，所以不能说是落差，只能说是孩子的个性不同。像我现在就得想办法去让3年17班那群孩子愿意跟我说话。不过那些孩子很伤脑筋哎，因为他们对老师应该有一定程度的距离，甚至不敢靠近。想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应该不容易。我想让他们在意的，大概就只有朋友吧。怎么了？对耶，你提醒我，要跟他们这样孩子在一起，就必须先做他们的朋友，用朋友的语言跟他们说话。用朋友的语言跟他们说话？是啊。既然他们会排拒老师，那我就要去除我是老师的身份，以他们同样的高度，说同样的语言。问题是，要怎么开头呢？这一整句是用来形容这个句。陈志成。陈志成，你坐那么后面，我要是在黑板上面写字，你看得清楚吗？看得清楚啊。看得清楚哦，这就怪了。你眼睛闭着，怎么看到我在黑板上面写东西呢？阿辉，上课不可以睡觉。上课为什么不可以睡觉？你去门口看一下课表。你要干嘛啊？去嘛，你去看一下啊。无聊。有没有看到课表啊？有啊，看那课表要干嘛？那课表上面有没有一堂课叫做睡觉课？你很烦哎！我很烦。课表上面没有一堂叫睡觉课，你为什么可以睡觉？为什么上课不能睡觉？我没有吵你。我要你吵我啊！你可以唱歌，你可以跳舞，你可以朗诵，你可以演讲，你可以追赶、跑、跳、碰。当我神经病了！我不吵你，你上你的课。我说过了，这不是睡觉课，而且上课本来就应该要清醒着啊。哼，真的要我吵，你可能会被我吵死了。那最好啊！你打算怎么吵我？对，唱歌啦！你点点啦！对，唱歌唱不入啊，啥人会当了解做母女的悲哀？陈志成 ，shut up， 回座位坐好。哦。阿辉，你要是没有本事吵我，就乖乖听我的。
继续刚刚的课文。刚刚说了哪一段是形容词子句？我想让他们在意的，大概就只有朋友吧。对耶，要跟他们这样孩子在一起，就必须用朋友的语言跟他们说话。刘宗辉，干嘛？你出来一下。什么事啊？你到外面来一下嘛。干嘛要去啊？哦，出来啦！老师喜欢你呀，有话想要跟你说。哦，老大，老师喜欢你，不错哦。小帅哥呢？他不各自去，老师约你耶。怎样啊？阿辉，其实老师非常欣赏你耶。真的假的啊？真的真的，我超欣赏你的。老师，不要骗了啦。真的啦，我最欣赏像你们这么有义气的人，能够带这么多小弟这么成功，一定有一套管理哲学。哎，我真的很想了解，看看有什么值得学习的。这没什么啦。你一定有你的一套，要不然你那么多小弟，为什么其他人都不服，就只服你？这没什么稀奇的，只要好康哦，分给他们，又对他们好，他们自然哦就会是你的啦。还有啊，就是一遇到事情哦，不可能让小弟去打头阵的啦。我们当老大的哦，一定会去挡在前面的啦。一次两次后，他们就服我，服得不得了了啦。哇，真不简单哎！哎，老师真的很佩服像你这么有担当的人。这样好不好？以后上课呢，我就留一点时间出来给你，让你分享一下你的管理哲学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免啦免啦，这有什么稀奇的？还分享呢？阿辉，你是大哥，老师也自认是侠女。这样啦，我们给彼此个面子。如果你上课不睡觉，我就可以给你很多优惠。什么优惠啊？只要你上课不睡觉，平均分数我就可以给你2位数。如果你可以睁大眼睛看我讲课，要我给你及格也是可以哦。怎么可能啊？啊，怎么不可能？打分数的人是我哎，连同你的小弟，如果办得到的话，都可以享有这个优惠。而且我会告诉他们是你争取的。这样你不就亏大了？分数是你们的，我有什么好损失的啦？我看了，算了吧，你们老师哦都只会糊弄我们呢。哎，不好意思呢，我这个老师只说真心话，绝不糊弄哦。老师，我功课不好，但是我不笨哦。对嘛，这么好的条件不接受才笨嘛，你说对不对？不后悔。我是侠女耶，我很讲义气，也很阿莎里，一句话就这么说定了。老师，你因为谈生意嘛？小意思啦。成交。浩天，浩天！你有啥要走？我不想看我妈妈被击中痛苦的样子啊！你袂用安尼啊！你搁安那艰苦，你嘛是要等去陪你妈啊？怀疑你妈？啊！他不会有事，他不会有事，他不会有事，老天！这一次至少不能重来，不能重来。要哭，等你妈面头前哭啊！莫是假结束啦！行。对，浩天他妈妈这样子他已经很难过了，你不要再无你的代志啊！你即马跟我等去病院，你也唔去哦，咱兄弟就到这。
你不要看老大那样，他很重情的。老大妈妈走的时候，他不在，他只是不要昊天跟他一样后悔。老大常问我们，你有想要珍惜的事情吗？阿成，你有吗？要把你的分数转给昊天？是说，如果我上课不睡觉，老师给我的分数可不可以加到昊天的成绩上？理由呢？什么理由啊？我当是朋友才跟你商量的了。哎，我也当你是朋友才问的，要不然我管你嘞。怎么麻烦呢？老师，你有没有想要珍惜的事？啊？怎样？行不行啊？你要跟我道歉？我不是很愿意啦，但是为了我的兄弟，我道歉。葛中辉，老师接受你的道歉，不过老师也希望你可以就此收心，把精神放在课业上，好好念书，至少拿个毕业证书，将来找工作的时候。对，你只要不要找我们麻烦哦，我们就能一定撑到毕业了。以后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这样不就好了？没事了吧？反正你已经接受我的道歉了，我也可以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先走了。那各位同学，现在就跟着老师把例句念一遍。The man who has white hair is Mr. Chen. "只要你答应先去为你之前的无礼跟王老师道歉，我就答应你的请求，还买1送1哦。既然你珍惜兄弟，想要他有个漂亮的成绩给他妈妈看，那你上课只要不睡觉，我就都给你们2个2位数的成绩。真的吗？就试试看呐，试试看我是不是个可以相信的人呢？ The girl whom I spoke to is my sister. 干什么啦？上课不要睡觉啦！上课不睡觉是你们的事啊，我不想加入。你先乱你啊！你卖这种真笑的啦！就算我们再努力，黑人 gay 老师也不会理我们呐。他不一样啦。哪里不一样？至少他肯听我说话，真的肯听我说话。你我解民主啦，上课不要睡觉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句。I like the house which has few windows. 我喜欢房子是什么样子的房子呢 ？Has few windows， 有很少窗户的房子。大家先把第一个例句抄起来。How do you do？ 我代表全体3年17班同学欢迎你。哎呦，英文程度不错哦。Sure。好了吗？来，我们再来看第2个例句。老师，不好意思哦，那个助手在睡觉，我把他叫起来而已啦。都没有睡了，你竟然还敢睡？跟老师说对不起。老师对不起你，我睡觉了。那不要睡觉了，坐下。老师，这都交给我了。我看哦，要是谁再敢睡哦，我就把他打起来啊。反正我也没事做啊。那就谢谢你喽。老师，我们上课根本就听不懂你在讲什么。我知道。这样我们上课不睡觉，这样有点违反常理哎。那
你们到底要不要这分数嘛？当然要，我就在想，等我以后有了小孩，他英文如果考0分的话，至少我可以跟他说，他老爸当年英文可是2位数的。拜托，你儿子才不会跟你一样笨呢。我才不信这样继续下去会有好结果。先不要这么早下定论哦，因为我还有一个更好康的替代方案。啊，还有替代方案？是啊，如果你们上课听不懂的话，可以不要听课，就背我给你们的3个英文句子。背得好的话，可以折抵随堂考哦。你背好1句10分，2句50分，3句100。第一句才10分，第2句就50分，那第3句就变成100分，这很奇怪，那怎么算呢？可是分数的算法不一样啊！你背1句10分，2句就50，你要不要背第2句？哦，老师你给讲的啊，再笨的人也会背第2句。对哦，不过第2句还是只有50分，还是不及格啊？对啊，对你们来说及格就是满分，所以我才给你们个优惠啊，多1句就100呢。100分哎！我想也想不到，我这辈子居然能得100分哎！对啊，而且是英文。对，这太酷了！你赶紧先控制一下，这样心里都被老师看见。阿辉呀，你讨价还价哦！百货公司周年庆都没有这么好康呢。要不要啦？要不要啦？要就走啊！要啦，大哥，走了，100分哎！大哥 ，After a storm comes a calm。这句话的意思是否极泰来 ，storm S-T-O-R-M， 不是 stone 哦，是 stone 是石头 S-T-O-N-E。老大，这是 OK。第2句 ，Don't put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。不要把马车放在马的前面。这句话的意思是不要本末倒置。Don't put the cart 放这个车子马车 cart。郑老师，这是什么状况？没有状况啊。我的意思是，他们这几个特殊学生凑在一起，不可能坐下来写英文啊。他们现在不就在做这个事情？老大，你这个哦，又怎么了啦？还有这个是 cart，C-A-R-T， 不是 Kate， 别把马车放在马前面，不然马怎么拖？这没错啊！别把猫放在马前面啊，不然我会被马踩死啊！拜托大哥，你看清楚好不好？你再啰嗦，我就用订书机哦，把你嘴巴订起来。你们还笑？等下用订书机一起订。老师，这样不行啊，这样我们听不懂啊。快写！玉珍老师，玉珍老师，王老师，怎么样？什么事？我实在很好奇耶，你是怎么办到的啊？我花了3个月都办不到的事情，你不到2个星期就达成了。很简单啊，我跟他们条件交换。条件交换？对待边缘学生要有边缘方法。其实啊，阿辉他们欠缺的就是对分数那份自信，所以才会成群结党去惹是生非，寻找自信。然后上课就用睡觉来混过去。这种睡梦中的人生看起来好像很美，其实啊是很可悲的。所以啊，我要把他们叫醒。可是你用100分来吸引他们，这样对其他努力考试的学生未免太不公平了。什么叫做公平？分数不过是衡量学生一部分能力的工具。人的能力有很多是不能打分数的。如果我们本末倒置，让学生们误以为分数是人生的全部，那就糟了。这个社会早就是这样啊。比起一般学生，阿辉他们欠缺的正是对分数的那份自信。如果可以让他们重拾信心，
我宁愿给他们优待票，而不是在乎那些细节的公不公平。最令我感动的是，你们班上那些学生都没有意见。你跟大家沟通过了，他们都不反对。是啊，我就分析给他们听，这5个人就算多了这些分数，他们还是挂车尾啊。仔细算起来，平时成绩也只占学业总成绩的10%。就算他们都拿到满分，实际上算起来也只有10分而已。区区这10分不公平，孩子们都没有意见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用这些分数让阿辉他们换取对分数的信心。他们不坏，只是环境逼得他们走在边缘。他们也很想努力，只是找不到方法而已。你怎么知道他们会想努力呢？如果不是，以他们的个性，大可以去翘课摸鱼，为什么要留在课堂上呼呼大睡？因为这是他们唯一能让自己留在学校的方法。很拙，可是很有诚意哦。我从来就没有这样想过。现在知道也不迟啊。所以，如果再没有人拉他们一把，他们就会越来越下去。那我还来得及吗？只要开始做，一定来得及。收起来。你想做什么？你听老师说，老师相信你有潜力，你只是把力气用错了方向。你到底想做什么？你有没有想过，你跟阿辉他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？我跟阿辉他们哪里不一样了？你明明就是一个会念书的孩子，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放弃读书，但是你已经3年级了，难道你打算就这样下去，不会自己想吗？我就是会自己想，才会跟阿辉他们在一起啊。起开出来！起开出来！有什么事情不能解决的，只要你愿意跟老师说，老师一定会帮你的。点点啦！帮？你们要怎么帮？要是你们真帮得上忙，我何必搞成这样？又何必不敢说？你们说假关心，还会做什么？你是要开车没啊？怎么会是你啊？对啊！我告诉你们，从今天开始，谁敢在我身上开玩笑，我就打谁。有机会等去好好读册哦，你就等去读册啦。莫对阮安尼算啊，对阮安尼算哦，无法度一世人的啦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自己当老大，不用你们罩。这句话是你家己讲的哦，以后有什么代志你家己负责，唔免过来找阮啊。阿成现在出事，你们替他出头，到头来阿成还不是靠着别人的力量，最后是谁比较悲哀？反正我就是个废物。这是我的资料，黄亚萍，我叫黄翠芳。翠芳师姐你好，我是国小老师。我们不是还没有找到课务组长的人选吗？我想找黄亚萍老师担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阿梅，阿凯他不是一个人呢，万一东西漏带，你有干啥？玉珍说漏带最好，叫阿凯下次就不会忘东西，会检查得更仔细了。这是家里耶，不是学校，怎么把小孩当学生看？你怎样？老大问你话啊，总不回答。哎，你们要干嘛啦？哎，1、2、3，放下来！